美国例外主义你听过了吗？如果听过的话，你手中如果还有公债的要小心咯。怎么回事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大家是不是手上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债呢？如果你也是美国公债的投资者啊，今天你一定要好好来听听我怎么说，我帮大家整理了。近来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美债的相关新闻，还有你可能没有意料到的，现在正在慢慢酝酿的美债的完美风暴。你要小心，如果你就是稳稳领息，那你别担心。但如果你想要赚这个债券价格的一个资本利得，想要赚价差的话，哎呦，你小心点哦。好，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应该说2025年之前，大约是2023年年中，然后一直到2024年年底，那个时候呢，有一句话大家常挂在嘴巴上，那叫做美国的例外主义啊。那什么叫美国的例外主义，或者是美国例外论？好，你马上去这个 Google， 你去百度一下，你看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unique，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它就是棒得不得了，它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美国就可以唱一首歌叫做《我们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美国，你们谁跟谁啊？不重要。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地表上，只有美国以及不是美国的国家，美国以及非美国家。好，这个美国人会这样说。OK， 好，那于是乎呢？我刚刚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时间点2025年美国例外论，在2025年之前都是如此。你就看到了在经济上头的表现，你看到了美国市场，哇，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你看到了美国的资产，美国相关的像股市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商品啊，表现得非常好。然后科技股呢又优于非科技股，所以你就看到这科技股当然就是美国大宗嘛，对不对？他们做科技巨头都美国人。好，那所以呢就说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美国资产倍儿棒。但是呢，2025年开年至今，你去查美国的一些股市啊，稀里呼噜滚下来 ，S&P 500指数崩跌，道琼工业指数崩跌 ，Nasdaq 崩跌，所以你就说哇，发生了什么事啊？美国例外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了？于是乎我们来看到了过去讲美国以及非美市场表现很好，欧洲哇不得了，大家说原来你经济挺好的，然后看到了中国市场，哎呀更是不得了了，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你再来这个观察一下资金流向，你就发现了流进美国市场的非常非常稳定，就那样，甚至有些减少。反而啊，这些很聪明的，我们常常讲热钱叫聪明钱 （smart money） 到哪去了呢？大家到了欧洲去，到了中国去。特别是呢，一些中概相关的指数表现之亮眼，让你后悔没有早点买入股。好，那这个美元指数当然就有稍微的弱下来了。好了，这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开始逆转，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如果你手中持有大批的美国公债的，你可能要小心一下，价格会往下跌。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常讲就是在这个美国联准会它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弯，会造成美国债券的价格的一个逆转。所以那个时候呢，看到了美国呢那个时候救经济不断的降息啊，然后呢为了要救这个通膨啊，然后升息嘛，然后呢升息了之后呢要转降息啦，大家就说了那这个时候买美债应该是送分题，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该不会是送命题吧？好，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一些大型的一些投资机构，他们最近纷纷出了很多关于美国债券的一个趋势的报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整理一下了好，首先呢，他说美国的公债市场有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呢，未免我弄错啊，念给大家听。美债市场呢，是架构在美国最终将会采取负责任财政政策的信念基础上，也就是简单来说，美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让人信任的政府。
所以呢，我就买你政府的公债，对不对？我愿意当你的债主，把钱借给你美国政府。好，我信任你，我做这件事情。美债市场呢，已经好久没有人回头去想美债它的一个中心理念了吧？它的奠基基础吧，我们就美债这样买。然后呢，你要想它的中心思想是你要信任这个政府。所以呢，现在你看到了，这是美国摩根大通讲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很多人说我这个以美论，我这个不喜欢川普，没有哦，天地良心我没有，这摩根大通讲的。好，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刚刚讲的这个信念基础，我又念一遍给大家听了。那你回想一下，今天的美国政府，你信任他吗？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应该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变数吧。那如果美国政府呢，基本上大家对于他负责任的态度，对于他你信任他的一个这个信心在下降的话，那你的美债你还继续持有它，对吗？所以呢，我们看摩根大通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哦，有点颠覆，亦或是呢，这样最终的你说整个美债崩溃，可能我们有生之年 maybe 不会看到，可能是你的子孙后代啦，不知道哪一代啦，可能会看到，但我们至今我是觉得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了哦。那 baby 可能不知道。好 anyway， 所以呢，他就这样讲，因为美债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如今呢，这个美国政府是川普先生，他不可预测，于是呢，他们说美债并不是坚若磐石，大家要放心上。然后呢，甚至呢，美债还成为了美国政府啊那些政客们他们这个上下其手的工具。比如说你看到前任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那个时候快要选举了，所以呢，他以技巧性的他缩减了美债的发行规模，这会导致什么状况呢？缩减美债发行规模，就是我发行少一点嘛，那我这个供给少了，我的这个供给少，大家会抢着买嘛，那所以呢，抢着买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殖利率是不是就好像有一点这个上升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看到说，大家这个抢着买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不讲错，这个抢着买，你看昏头，抢着买的时候呢，价格就会上升了，然后殖利率就下来了嘛。所以呢，他们说啊，这个耶伦呢，他就是透过他去控制美债的一个发行规模，然后他让这个殖利率稍微降一点，让他的经济能够稳定住嘛。因为大家知道美债这个美国欠很多债嘛，对不对？所以欠一屁股债的时候，他当然希望那个利率低一点，我不要付那么多利息。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新任的现在财政部长啊，这个贝森特那时候还质疑说，耶伦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手伸进？这是一个应该是客观的财政政策啊，这个美债发行规模应该就是要 follow 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 rule 啊，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嘛。你怎么可以自己在那边弄呢？结果他现在上任，他自己也讲，如果我要提高这个发行的规模的话，我还有很长的路。那你不是一样？所以呢，你看到人进到了这个机关之后，他就会突然间觉得他手中的权力他要拿来运用。所以呢，你看美债并不是坚若磐石，如今的美债发行规模呢，都已经掌握在政客的手中。你要这样子如何相信这个市场？好，那当然暂时可以相信啦，这个应该不会那么快崩溃，但是我们放心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谈到市场上供需的问题了。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你手中的美债价格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可能会掉下来。很多人在卖。好，我们就来看谁在卖。过去呢，美债它有很多的买家，那这些买家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国家等级的一个这个高度才有本事去买那么大量体的美债。好，谁在买？日本、中国、英国，这就是手中持有最多美债前3大的国家。好了，这3大国家都在卖。好，去年呢，我们看到12月份就总共卖出了810亿美元的美债，而且呢，特别是日本，特别是中国还有英国，在12月份，去年12月份，你看到英国卖的最多，但是其实你把时间往前拉一整年啊，2024年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日本常常大规模的在卖美债，那为什么？因为它汇率不好，所以呢，它要卖掉它的美债，筹钱去护它的汇率。那中国呢，为什么卖美债呢？当然有它地缘政治的考量哦，它不想要它把它的资产放在一个视它为敌对国家的一个这个政府公债上，所以它不断在
抛售它的美债，那抛售出来的美债呢，它就换成了黄金，实体黄金。所以你看到了中国的黄金储备是越来越高。很多人就讲了，有一说这就是为了地缘政治做准备嘛，对不对？万一真的之后真的金融相见，对不对？我这个黄金比较安心哈。好，那再来一个呢，市场上还有一个大卖家。美国你本人啊，美国我们看到联准会他们之前呢看到了那个疫情的时候不是 QE 吗？那后来通膨的时候呢不就开始 QT 吗？缩表，那缩表呢要把钱给收回来。好了，那你一直收，你也是在卖掉他手中的一个美债。QT 它怎么控制市场上的热钱哦 ？QE 它把钱放到这个市场上来，也就是呢它就会去买很多的这个债，然后把钱散出去嘛。那然后 QT 呢就是反向，他要把债给卖出来。好，那卖出来呢，你自己都变成大卖家了。我们刚刚讲供需啊，市场上供给那么多，日本也在卖，中国也在卖，英国也在卖，你现在联准会自己也在卖，这么多人卖出来，所以价格又崩掉下去，殖利率又上来了。所以呢，你这个殖利率上来，价格被卖下去了，所以你手中的债券，难怪价格一直好不了。那于是乎呢，我们就来看华尔街最近大家都在做什么，大家就觉得那个殖利率就是会上升，那个美债就会崩跌，所以呢，很多的在选择权市场、在期货市场，大家都在压住的就是公债，10年期公债殖利率会持续的往上升，甚至呢，你看到这个最近我们在这个录影时候，大约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大约是 4.3、4.4 哦，但是呢，现在他们正在压住的是，他认为短1个月到5周之内，这个殖利率应该会飙升到 5%， 也就是呢，债券的价格又要往下走了。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这个压住他们很多选择权现在都获利当中，就是他看的是准的耶。所以你现在如果手中还有公债，你是不是有一点怕的哦？好，那于是乎呢，最后要告诉大家了，现在美国公债在华尔街有人形容说，现在是这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那你说那个暴风雨是什么？他们说端看川普总统他接下来的政策了。那是什么样的政策呢？大家说要看什么？首先呢，他说要看的是有一个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叫席勒，他有一个公式，那个公式呢就是去评断经济状况。好，那最近呢，他有一个叫做 CAPE， 就是景气循环调整之后的本益比。那美股很高哦，美股这样的一个 CAPE 的数字呢，来到 38.5， 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以来的次高。很高哦，那就是呢，美股其实已经高高在上，很危险。那美股现在呢，一个风吹草动，可能就会稀里咕噜滚下来。那滚下来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哇，那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又要去这个强买债券的话呢，那这个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这是一个股市的一个风险。再来呢，你就看到了接下来如果川普呢，他在这个关税通膨，然后跟他接下来你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政府赶税又要关门，债务上限要不要提高，这些政策呢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美国债券市场的一个起落特别还有一种人你要关注他，你知道在美国华尔街有一个名词叫做债券义勇军。什么叫债券义勇军？它就是这像那种投行机构大户那种然后他怎么样？什么叫债券义勇军呢？他就是我知道你美国政府你不想要殖利率太高，对不对？你现在欠很多钱，你殖利率太高，要付很多利息，所以呢，美国政府的立场应该是希望那个利息不要太高，低一点好，低一点我就不用付那么多利息。好，于是呢，债券义勇军会怎么样？如果你川普你的财政政策我很不满意的话，你这说要减税减得不够让我满意的话，或者是你这个关税搞得通膨，然后通膨之后联准会又没有办法再好好降息的话，我就是看你不满意，债券义勇军就会一涌而上。那一涌而上要干什么呢？他就开始狂倒债券，狂倒美国公债，然后呢，倒了很多公债之后呢，会怎样？你就是价格就会崩跌，然后崩跌了之后，你的殖利率就砰的往上，然后你美国政府就完蛋，因为你要付很多利息。所以债券义勇军就用这一招，用抛售美国公债的一个状况，迫使政府调整它的财政政策。感觉就是这些大户们、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巨鳄们手中控制政府的武器，不听我的话，是不是？
我卖债券哦，吓死你哦！所以呢，就看看这个川普吃不吃这一套咯。好，不过呢，无论如何，今天是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呢，客观因素还有总体经济的因素，目前看起来，美国公债的状况，殖利率可能会持续的往上走，大家都看到5%了哦。好，那所以请大家手中还有公债的，如果你好好领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要赚价差的，可能要小心一点咯。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